美国第3次发出警告，让在乌克兰的美国人赶紧逃跑。这次可能真的要出大事了吗？也可能这里面满满的都是套路。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总共有3次通知在乌克兰的美国人赶紧逃跑。一次是在开战之前，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美国对掌握俄罗斯采取军事行动的情报的准确性。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再次发布安全警告，要求乌克兰境内的美国人应该立即使用私人交通工具离开。理由是乌克兰的局势充满着不确定性，而在乌克兰独立日之前，美国大使馆第3次发布解密情报，警告在乌克兰的美国人赶紧撤离。理由是俄罗斯可能会加大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政府大楼的袭击力度。如果说第1次警告体现了美国军事情报的收集能力，那么第2次和第3次警告就是美国对俄乌局势的走向的判断。其第2次的警告最后被证实，俄罗斯对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和雇佣军展开了一轮强烈的报复，而其中的重点就是针对美国公民。那么美国所发的这第3次警告到底原因为何呢？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解释是，俄罗斯可能会在最重要的国家节日乌克兰独立日进行令人痛苦的打击。但是这种说法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俄罗斯不可能通过在特定节日打击乌克兰的大城市以获得太大的好处。事实上也没发生多大的事儿。而美国人想说的是，更大的可能是俄罗斯会把对乌克兰作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报复对象包括民用的基础设施、在乌克兰工作的西方公司，甚至是泽连斯基的幕僚等等。如果考虑到杜金娜遇害案在极短的时间内被俄罗斯破获，而且袭击者指向了乌克兰政府，等于给了俄罗斯民众要求报复乌克兰的理由，也给了普京足够的借口。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反复强调，乌克兰方面已经否认与该案的存在有关，而俄罗斯一定会对该事件得出某种结论。这就意味着美国认为俄罗斯在为大规模报复乌克兰找借口。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美国一再通知在乌克兰的美国人赶紧撤离呢？首先，这种制造紧张的措施从刚开始的避难已经变成了发动舆论战对俄罗斯施加的工具。美国每一次通知在乌克兰的公民立即撤离，都会引发其他国家在乌克兰的人员的紧张，把全世界的目光引向关注俄乌战事，进而达到给俄罗斯施压的目的，以阻吓俄军升级报复的行动。其次，美国需要故意制造紧张事件，以缓解西方国家民众对俄乌冲突钝化的情况，从而提升整个西方国家支援和同情乌克兰的民意。这本身也是一种舆论战的技巧，塑造大的变局来吸引西方国家的注意力。这种手段非常老辣。最后，也不能排除美国已经获得了俄军升级其军事行动的准备，因为俄罗斯依赖现有的作战样式、兵力和武器装备，不大可能将乌克兰打上谈判桌。那么就存在着一种可能，俄罗斯军队将打击范围扩大到关系到乌克兰普通民众生活的基础设施领域，把战争变成超限战，或者通过打击泽连斯基政府的组织能力，进一步瓦解乌克兰的抵抗意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军队要想通过战争方式让乌克兰投降或者让步的可能性非常小。
但是也不能排除普京会试一试。总体来看，美国利用通知其侨民撤离的方式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制造紧张气氛。这有可能是在打舆论战，也有可能是心理战，还有可能呢是获得了有价值的情报。最终的结果估计还要我们耐心的观察一段时间，才能看清楚美国人这次耍花招其目的所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